大家好，又到每周四快乐的 BL 辅周报时间了，我是你们的副社长 Niki。2021年呢，首发的第一支影片就应该要富有来一点喜气洋洋的应景主题，看看我今天的装扮是不是非常应景，非常的古色古香，应该还可以吧。只能说生活真是不容易，现在做影片主题呢，还要结合这样的时事议题，那就是2021年开春第一必看的 BL 动画推荐《天官赐福》。《天官赐福》此部动画呢，改编自同名的小说，原著墨香铜臭大大呢，相信我频道的小豆腐肯定是不陌生。其笔下知名作品呢，有《魔道祖师》，还有《人渣反派自救系统》。而这部《天官赐福》小说呢，于2016年在晋江文学城开始连载，直到2018年呢才全文完结，至今呢已经突破300亿的文章积分，也是晋江文学城呢唯一突破300亿的一部作品，可以说是相当大的耽美 IP 小说。而动漫呢，则是在去年2020年底呢正式的印象化。动画呢是由上海的绘梦动画公司所制作的。那目前呢，第一季总共11集，已经阶段性的完结了。至今呢，才短短3个月的时间，已经突破2亿的观看次数了。每一周的新连载一出呢，就是必上微博的热搜榜，可以说是呢目前最火红的 BL 动画。此部动漫呢，在 B 站还有 YouTube 都有官方的免费资源可以观看，连结的部分呢，我会放在下方的资讯栏，如果有需要的人呢，就可以自行的去点击。那在开始介绍故事内容之前呢，依照惯例的提醒一下大家，以下的故事内容呢，都有或多或少的剧透，还有观后感的部分。那当然也要请大家动动小手，按一下下方的订阅按钮。2021年呢，送社长最好的生日礼物，那就是订阅这个频道，不要看完就跑嘛，订阅一下呢，会非常的感恩的。OK， 谢谢你。那我们就开始今天的影片吧。天官赐福的故事讲述仙乐国的太子殿下谢怜800年前呢是一个风光无限的天之骄子，17岁呢就一朝得道飞升成仙，但800年间呢却2次的被贬去仙职。这次呢太子殿下800年后卷土重来，第3次成仙。第一集呢就轰轰烈烈的凑巧的破坏了各神官的金殿，名声潦倒，无人供奉的他呢只能下凡除鬼来换取一些功德，然后作为神殿的补偿。而某天呢，谢怜在日常的捡破烂生活回家途中呢，却意外的捡到一名神医的红衣男子，而这名少年呢，就是众人闻之色变的当今鬼王花城。而在谢怜和花城呢携手解决一桩桩诡异的事件过程中呢，他们逐渐的发现许多仙界不为人知、台面下被隐藏起来的往事。而2人之间的情缘呢，更是从800年前就已经结下了。那我个人呢，会建议大家入门呢，先从动画开始看起，后续如果有时间的话呢，再看小说。这也是我第一部看的中国古风类的动画，不得不说相当的惊艳。相较于平时我看惯的热血日本动漫，像是海贼王啊、鬼灭啊、咒术啊等等的，第一次看这样子修仙类型的动画主题，十分的新鲜。没有看过原著的人呢，绝对是可以看得懂的。以下呢就整理4个必看之处给大家。那这部作品呢，在原著小说中呢，世界观就被开得非常的大，剧情啊，还有经历的事件更是复杂的交错，反差又颠覆想象的反转剧情设计呢，都会令观众呢不由自主的想要继续看下去。在小说呢全篇的故事中呢，主要分成5卷，其中的135卷呢是现实的时间轴，24卷呢则是在800年前的回忆杀，前3卷呢算是所有秘密的一个铺陈吧，一直到第4卷开始呢，才会有非要性的一个剧情展开。那这个秘密呢，也会在第4卷一一的解开。这800年间呢，所有神官还有这2位主角之间的谜团，其实呢看完之后呢，会还蛮过瘾的。当然中间是还蛮虐心的，没有错的。那动画呢，因为就是篇幅有限嘛，然后只有11集，所以呢只有来得及呈现小说中第1卷当中的鬼新郎还有半月国的事件。但整体的剧情呢，十分的还原小说情节，内
内容呢丰富饱满，也为了让没有看过小说的观众呢更容易看得懂，所以呢把整体的主轴设定呢都给画了出来，就是为了让观众可以更融入那个情境当中，算是故事编辑啊，还有剪辑师都非常的十分用心了。在天官赐福当中，所有出场的角色呢，没有绝对的黑或白，也没有完美无缺之人。小受谢怜呢，看似前途似锦、风光无限，但是在800年间呢，却尝遍了人心的复杂还有虚华。我这样看下来呢，会觉得就是墨香笔下的小受呢，都有一个通病，那就是非常的坐实英雄病之人，而且都一定会被千万人误会，也要独善其身的那种孤傲感、清高感，那就是那句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概念。的确，我还没有看小说原著啊，还有动画之前呢，我每次看大家的简介的时候，就很担心这是一个白莲花的圣母手，因为我个人呢，对于这种人设是十分的无语，最不喜欢的。但是看完之后呢，我个人是觉得谢怜应该算是比较中二坐实的那种傻英雄吧。但这当中呢，还是看到有许多的状况下呢，谢怜都会坚持自我的硬要去做，导致事件呢整个适得其反。但是他还是傲骨的呢，会为自己的选择买单，这是我还蛮喜欢他的地方。因为毕竟呢，世界上没有一定的正确的解答，也没有一定正确的一个选择。但是他在无数的人生选项当中呢，就算选错了，但是他还是很有勇气的，可以承担这一切的后果，坦荡正气。那我觉得这应该算是我最喜欢就是谢怜的地方。而小宫花城呢，应该算是 BL 耽美界中论痴情，他如果称第2，没有人能称第1的吧。他就是那种痴情的小可爱，因为幼时时期呢被谢怜拯救，不知道活下去的理由，那就为我而活吧。这样很简单的一句话呢，却成为了花城的心中信念。这样子呢，坚持守候信仰太子殿下一辈子。此前呢，默默无闻的守候着谢怜，死后呢，更为谢怜呢化为厉鬼，也永不安息。我个人呢，是真的蛮喜欢花城的。但话说回来了，每次呢看墨香的文，我总是没有办法十分的投入热爱，是因为我跟他笔下所有的故事呢，通通都逆 CP。真的是超级就是完全逆我的，就是从高傲冰冷的蓝湛啊，然后到肤色白如雪、银蝶在袖中间飞的花城，都多么让我觉得非常适合当小受。三郎叫好哥哥不香吗？而且两人之间，谢怜还是先硬的那一方，多么有老公的风范啊！只是呢，我知道这样子的发言十分的大逆不道，因为也不能逆作者 CP， 我只能在这里小小的透露几句我自己的悔恨之情啊。当然还是要以作者的编排为主啦。而且除了呢主角两人之外呢，我个人另外还蛮喜欢很吵的七龙，虽然他的行为很屁孩，但是细节中呢也透露那种傻气可爱之处，算是呢所有出场的人物呢都个性鲜明，背后的故事呢更是精彩万分。画面呈现呢，相信是一部动画中呢最令路人粉呢直面感受的东西。而天官赐福呢，整部动画呢动作流畅自然，而且呢画面细致。虽然不是走那种打斗路线的动画，不过呢在其中一些剧情当中呢，暗藏杀戮的画面呢也是处理的得当，不会太过于过头。那当然最戳就是我们腐男腐女的心的呢，当然是那种小小暗戳戳的细节，像两人初次见面的时候呢，花城在花轿中伸出的手，还有在倒挂失灵当中呢，为太子殿下撑的伞呢，都是偏向谢怜那一边的，就是舍不得让他心中最好的那个太子殿下受委屈。而且呢，当然还有最让我傻眼惊讶的公主抱，我没有想到居然能播这跟我看阿丽那个在云深不知处藏起来那也是一样的道理，非常的惊吓，就是吓得我瞳孔就是放大那样子的感觉。就我觉得哇，公主抱居然也能播，那这样子未来嘴对嘴吸法力的画面也可以期待咯。这部动画呢，不论是片头片尾曲，或是在剧情当中的 BGM 等呢，都非常的用心。片头呢是张信哲唱的《无别》，他的歌词间呢更是道尽了两人之间呢无尽的情仇，深刻的感受到呢花城对于谢怜之间的信仰从一而终。另外最让我印象深刻的呢，应该是第1、2集动画当中呢一直频繁出现的鬼新郎歌曲了。新家娘，新家娘。我真的是听到睡前都会唱的那种感觉，就是那种有点灵异毛毛的，搭配起来呢更是有观看的那种酸爽感。
那说了4点呢，动画必看之处呢，当然还是由我身为就是看过小说的读者而言呢，有一点点小小略微不满足的地方。它整体的画面呢，真的是过于精致，然后还有华丽，还有偏向那种日系的明亮色调感的那种。比较有一点点温温润润，就是没有太大的张力感，我就觉得有一点点可惜。尤其是像太子殿下，有一点点太过于柔，然后女性化的感觉了。因为毕竟在我想象当中，谢莲算是一届的武神，这样子就是比较柔的长相，还是有一点点小失望。但是其他部分呢都非常好，非常的值得一看。那后续呢，第2季的动画官方也说在制作当中了 ，SP 的特别篇呢也有确定在2月16号会正式播出，所以推荐呢大家如果没有入坑过这部作品的话呢，可以先把动画第1季给追起来，然后看完之后呢，当然就可以入手一下小说来看了。那这边呢，真的是要绝对的郑重跟大家说，天官赐福呢，全世界正版签约发行的小说实体书，除了越南之外呢，现在就只有台湾平行出版社即将出版的才是官方正品。所以呢，现在大家在市面上，不论是淘宝或是虾皮看到的，全部都是盗版的。真的，如果要支持作品的话，千万不要找错了老板。那我这边呢，非常荣幸、开心的提前收到天官赐福这次发行的1、2集特装版的一些周边。那我在这边呢，就先小小开箱实体周边给大家看一下。那首先呢，是预购的专属礼 Q 版的方形小春联。有没有觉得很可爱？2只可爱的小鬼，然后呢，还有一个福气，就是贴在家里呢，非常应景。然后呢，当然还有春节将至，大家都需要的红包袋2款。那总共呢，它的红包袋有2种款式。那第一个呢是花城的，上面是写招财进宝，还有财源广进。那第2个呢是谢莲的，上面就写天官赐福，百无禁忌。那我觉得它做的很好的是，它后面还有一些小巧思，是有一个银碟在这边的，立体的银碟，超级可爱的。我觉得就是大家就是可以直接去做珍藏，超级可爱的。有没有很可爱？再来呢，还有国际书展的限定礼，就是 IG 透卡1张。再来呢，这次天官赐福的小说实体书呢，亚克力造型呢有2种，我收到了其中1种呢，就是在这边他们2人呢第一次见面，然后走倒挂石林的那个画面，非常的好看，有没有很美？拿近给大家看一下，非常的漂亮。好的，那以上呢动画小说的推荐，还有加周边的开箱呢，就差不多到这边了。如果呢你们对于天官赐福呢本身就是个书粉，然后非常喜欢这部作品的粉丝呢，我真的很推荐大家去入手小说的实体书来做珍藏。这边真的先说完全没有业配，纯粹只是觉得既然都要买了，干嘛要买在这种很贵的时间点呢？现在买就是有一堆赠品，而且还有折扣，真的是先买先享受。不过呢，独乐乐不如众乐乐嘛，我收到了这个公关品的小礼物呢，还是可以拿来作为就是宠粉礼的抽奖的，那就是这个 Q 版的春联，还有2张 IG 的透卡，要来抽奖赠送给3位幸运的粉丝。那春联的部分呢，会限定专属只给频道的会员做抽奖，就是你的名字旁边呢，如果有1块小豆腐的话呢，就是有会员徽章的话，就有抽奖的资格了。那透卡部分呢，则是会开放就是全频道的人抽奖。那怎么样可以获得这个抽奖机会呢？只要你有按赞本影片，并且留言，还有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还有 IG。这样子呢就符合抽奖的资格了。那希望今天影片呢大家会喜欢，也看得开心。天官赐福，百无禁忌。祝所有的小豆腐们呢2021年诸事顺利。我是 Niki， 那我们就下次影片见喽，告辞，拜拜。